很多人看新加坡国家体育场，第一反应就是演唱会、足球赛、国际大秀。可这座建筑真正贵的地方，不是舞台效果，也不是地标外形，而是它在替新加坡测试一件更现实的事：这座高温高湿的城市，以后还能不能让人舒服地待在里面？一个跨度310米的可开合穹顶，能在大约25分钟内完成开关，这听起来像炫技，但放在新加坡，它更像一套应对暴雨、闷热和大型人流的生存设备。你以为它是娱乐设施？新加坡其实把它当成气候时代的国家级实验场。问题是，一个体育场为什么会被推到这种级别？后面这层逻辑才是重点。先把背景摆清楚。新加坡的问题从来不只是热，而是又热又湿又密。城市体量小，建筑密度高，路面和外墙不断吸热，到了晚上还在往外吐热，这就是热岛效应最折磨人的地方。根据 Cooling Singapore 项目公开过的研究，新加坡部分高密度城区在夜间和周边较低密度区域之间，温差可以高到接近7摄氏度。白天热你还能躲，夜里散不掉，人才会真正疲惫。睡眠、工作效率、户外活动、老人和慢性病群体的风险都会被一起放大。对很多国家来说，最直接的办法是冷气开大一点，但新加坡不敢这么想。它的能源结构高度依赖进口，电力成本、系统负荷、碳排压力全都摆在那里。你今天靠空调硬扛，明天就要微电网，财政和排放负账。所以新加坡这些年一直在做一件事，不是先问怎么把整座城市吹冷，而是先问哪里必须冷，哪里可以不冷，风怎么走，热怎么排，建筑本身能不能少制造一点问题。这样看，国家体育场就不是孤立项目了，它其实是在替整个国家验证一套更大的答案。这座场馆最值得拆的，不是它大，而是它怎么算。新加坡国家体育场最出名的参数是自由跨度大约310米的穹顶，以及大约25分钟的开合切换能力。这个设计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应付新加坡最麻烦的天气组合：太阳暴晒加上突发雷阵雨。你不能让5万多人在里面慢慢等天气决定行不行，所以屋顶必须快，结构必须稳，密封和排水也必须跟上。可真正厉害的还不是屋顶，而是降温逻辑。传统大型室内场馆的思路很直白，把整个空间都降温。问题是体育场内部体积太大，你真这么干，电费会先把你打醒。新加坡国家体育场走的是另一条路，只冷却人所在的区域，不冷却没必要冷的高空。它采用的是分层定向的微气候控制。简单说，冷空气不是从很高的地方往下砸，而是更精准地送到观众席附近，让人体活动区域维持舒适。上方大体积空间不追求同样温度，热空气往上走，就让它待在上面。这样一来，能耗就不是线性往上飙。早期公开资料里就提到过，这类针对观众区的精准降温，能耗大约只是传统全空间空调方案的一小部分，常被引用的说法大约在15%左右。这里要注意，这不是魔法，而是把物理常识和运营需求算到了极致。你坐在位子上需要舒服，球场上需要可用，演唱会设备需要稳定，剩下那些没人停留的体积，不值得花同样的钱去冷却。你把这个逻辑拿去看滨海湾花园的云雾林、星耀张仪的室内通风和温湿控制，会发现路线很一致。新加坡不是一栋楼一栋楼地拼创意，它是在持续积累一套微气候工程能力。说白了，别人把建筑当容器，它已经开始把建筑当气候机器。但在先进的建筑，如果运营逻辑错了，最后也会变形。国家体育场背后最值得看的一刀，发生在2022年，新加坡政府宣布提前终止原本由私营财团运营的新加坡体育城公司合营安排，把管理权收回，交给政府全资实体 Klang Live Sport Management， 也就是 KASM。这个动作很关键，因为它说明一件事：在新加坡，重大公共基建可以引入市场，但一旦国家判断公共目标和商业目标开始冲突，政府会直接把方向盘拿回来。
为什么会冲突？私营运营商首先要对财务回报负责，这很正常。可体育城这种级别的设施，政府要看的不只是租金收入，而是更大的账。它要服务国家赛事、社区使用、国际活动承接、旅游消费外溢、城市品牌、交通协同，甚至社会凝聚力。你如果只盯场馆利润，很多本地活动会嫌贵，大型活动的跨部门协调也会变慢，最后战略资产被当成普通商业物业来经营。政府接管后，一个最直观的观察点就是大型活动的整合能力明显更像国家项目，而不是单一场馆项目。以 Taylor Swift 在新加坡的演出周期为例，外界看到的是门票和舞台，真正支撑它的是场馆排期、安保、清场、周边商业、酒店承接、地铁与巴士疏运、跨部门配合。这不是一家公司自己努力就能解决的事。新加坡政府这次出手，传递的信息很清楚：关键基建平时可以讲效率，关键时刻必须服从国家目标。他不迷信 PPP， 也不排斥 PPP， 能用就用，不合适就改。这种务实才是新加坡治理最硬的一面。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这座体育场有多先进，而是它很可能只是开头。因为新加坡已经在把同一套思路往普通人每天生活的地方推。最直接的例子就是 HDB 组屋区的降温试点。建屋发展局这些年在部分社区测试 Cool Coatings， 也就是高反射率外墙涂层。公开信息显示，这类涂层可以降低建筑表面温度，并在一些试点环境里带来周边体感和环境温度的改善。常被提到的量级，大约可达到接近2摄氏度的降幅。2度听上去不夸张，但放在赤道城市，它可能就意味着下午回家时外墙没那么烫，室内少一点闷，空调少开一点，长期下来就是居民电费和舒适度的差别。再往上看，就不是一栋楼，而是一整个片区怎么布置。新加坡在玉郎湖区这类新发展区域，持续强化风环境、热环境和街区形态的数字模拟。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先在电脑里把城市建一遍，测试风道、热机具、建筑朝向、楼间距，再决定现实里怎么盖。目标很明确，不是把地尽量塞满，而是让自然通风还能活下来。榜鹅数码区和滨海湾一带已经更早展示过区域集中供冷这条路，原理也不复杂。与其每栋楼各装一套低效率系统，不如集中制冷，统一输送，在高密度区域把效率做高。你把这些拼起来看，就会发现国家体育场的意义一下变了。它不是孤零零的一座明星建筑，而是新加坡在高温时代做城市适应的一块试验板。材料、气流、遮阳、能源、运营、数字模拟，先在标志性项目上练，再往社区、商务区、未来新区扩散。说得更直白一点，新加坡现在做的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重新定义一个热带城市该怎么活下去。所以回头看，这座310米穹顶的价值，根本不只是演唱会体验更好，也不只是建筑记录，它背后是一整套新加坡式判断。资源不够，就把效率做到极端；气候更差，就把建筑变成工具。市场能做的交给市场，国家必须掌控的，最后还是国家接手。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它像黑科技。真正领先的不只是一个屋顶，而是把工程、政策和城市生存绑在一起的能力。如果你在新加坡看过演唱会、球赛，或者你住的祖屋区已经做过降温试点，欢迎把你的真实感受留在评论区。你也可以说说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可能复制这种路线。想继续看新加坡政策、基建和治理逻辑的深度拆解，记得订阅。我是阿明，我们下期再见。